持续在多个战线交战。乌军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双方共发生174战斗，战场局势僵持不下之际，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冲突最终将以对话结束，但基辅必须处于强势地位。他希望下个月访美，并向美国总统拜登当面提交一份乌克兰胜利计划。 此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交付 F-16战机不会给战事带来重大影响，因为这些战机都将被击落并摧毁。外界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军在26号的大规模空袭中使用了首批援乌的 F-16战机，拦截并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但问题是，目前乌军只接收了10架 F-16战机，与泽连斯基期望的数量相距甚远。 它目前起到了确实一种拦截以及攻击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问题在于说它的数量太少，因为他想说他要120架，可是现在来的大概只有10几20架。那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乌克兰这边呢，他是非常焦虑的。尤其呢，你这些飞机来了，可是你还要有飞行员。 还要有很多的维修的措施，那这些都必须要重新建立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实际上，为减少对西方武器的依赖，乌军也一直在研发自己的武器装备。泽连斯基近期表示，乌军方首次成功试射了国产弹道导弹。此前，泽连斯基一直希望美国能够允许乌军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攻击俄境内目标，但美方一直拒绝乌方这一提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考虑允许乌克兰用其导弹等武器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在玩火。 另据美方一项情报评估，自乌克兰开始接收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以来，俄罗斯已采取应对措施，将90%的军机转移至 ATACMS 导弹射程覆盖不到的军事基地。这意味着，如今向俄罗斯领土发射 ATACMS 导弹对俄方造成的影响会很小。 急于结束冲突的泽连斯基在27号召开的乌克兰2024年独立论坛上宣布了一项乌克兰胜利计划，表示乌克兰不准备用领土妥协来进行任何谈判。泽连斯基没有谈及过多具体内容，只表示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是乌克兰赢得战争计划的要点之一。泽连斯基表示，计划在9月份到访美国，同时向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通报该计划。此前，泽连斯基一直寄希望于拜登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眼下的美国大选则给他的期望添了变数。特朗普此前一直强调要收回对乌克兰的承诺，并称赞了俄罗斯军队的作战能力，还誓言如果胜选，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因此，有分析指，泽连斯基希望拜登能够效仿前任跛脚鸭总统们，利用任期的最后几天，在重大政策上大做文章。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川普的声势呢，好像不如预期那这个拜登的政策可能是会由贺锦丽来加以延续，也就是说，美国这一方面呢，支持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力道呢，大概多多少少还是会保留下来。那当然，那他就必须要跟美方，也就是跟现在的拜登这个总统呢，要来加强联系，要来证明说他是可以来击败俄罗斯的。可是呢，我觉得他的这些想法呢，确实可能比较不着边际那可是呢，他还是得要证明给美国看，说我是可以的观察指，泽连斯基所谈的这4个方面的内容并没有任何新意，只是把以前老生常谈的内容给整合在了一起，更易于理解。实际上，今年7月，泽连斯基就表示会在11月前做出一项和平行动计划，并计划在该月完成第2次乌克兰和平峰会的筹备工作，还说俄罗斯代表应出席峰会。当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在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地区后，谈判已无可能进行。而拉夫罗夫27号在与也门外长会谈后，进一步声明，如果乌克兰和平峰会与第1次的一样，俄罗斯不吃这一套。对于谈判的可能性，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西方希望调解乌克兰危机并使欧洲局势正常化，那么就需要做到谈判桌前开诚布公的交谈，而不是单方面同意泽连斯基方案。
他要达成这个目的呢，是有非常大的挑战跟困难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这个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势力呢就比较弱啊，俄罗斯呢现在他正在准备集结，要来加以反攻，所以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边啊，确实他的这个胜算并不是太高。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将参加下个月与对手哈里斯的辩论。就在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特朗普将2名前民主党人收入麾下，其中就包括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美国大选的小罗伯特·肯尼迪。那会否给选情带来新变数呢？来看报道。当地时间27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同意于9月10号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参加美国广播公司举办的电视辩论。届时，他将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正式对垒。若相关安排达成，这将是哈里斯接棒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2人首次面对面交锋。特朗普表示，此次辩论的规则将与上一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的其与拜登的辩论规则相同。2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在整个辩论期间保持静音，除非轮到候选人发言，且全程没有演播室观众。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对这场辩论的态度在24小时内发生180度大转变。就在1天前，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美国广播公司存在偏见。I want to have a fair debate. And you know, they can ask me tough questions. I don't mind. I think I've heard them all from you. I hear them every day. But I think it's very unfair. 哈里斯方面暂时还没有明确应战。此前，对于麦克风静音安排，哈里斯团队存在异议，认为应该全程开麦，让2位候选人能够随时插话。外界同时高度关注，在与特朗普当面舌战之前，哈里斯终于接受其接棒参选后的首次专访。他将在29号与竞选搭档沃尔兹亮相摇摆州佐治亚州，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访问，预计将进一步阐述其政纲。哈里斯目前在美国多项全国性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基本与特朗普持平，民调支持率平均值的领先优势在1.5个百分点左右，而在多个摇摆州，哈里斯也保持微弱优势。然而，大选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距离投票日不到3个月之际，2名前民主党人转投特朗普阵营，包括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小罗伯特·肯尼迪和民主党籍前众议员加巴德。现年70岁的小肯尼迪是已故美国前司法部长、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之子，伯父则是1963年遇刺身亡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尽管小肯尼迪出身民主党名门望族，但近年他在民主党内部的民意支持率并不高，反而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群体中更受欢迎。去年10月，小肯尼迪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争夺，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本月23号，他正式宣布暂停竞选活动，转而支持特朗普。小肯尼迪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他在特朗普的总统过渡团队中将发挥协助挑选管理政府的官员的作用。小肯尼迪的竞选副手沙纳汉近日表示，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小肯尼迪可能加入内阁，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In my heart, I no longer believe that I have a realistic path to electoral victory. I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有分析认为，小肯尼迪的突然退选对今年美国大选的整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自身支持者将会被分散，将有超过1半的人转向特朗普，而只有约1/4会转向哈里斯。同时，根据早前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小肯尼迪参选的情况下，哈里斯以3%的优势领先特朗普，但当选民只在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做出选择时，差距则缩小到2%。这表明，如果小肯尼迪退出选举，特朗普大概率能够吸纳这些选票，甚至在一些关键摇摆州实现逆转。观察认为，哈里斯团队必须迅速调整竞选策略，以应对这一重大变动。不仅要保持在民主党核心选民中的支持，还需要找到方法吸引那些曾倾向于小肯尼迪的独立选民，尤其是在政策上要提出更加明确和有针对性的计划，来赢得摇摆选民的支持。It's slightly helpful to Donald Trump,
But I think overall, this is going to be a close race between the two candidates, the two parties. 另一位被特朗普收入麾下的民主党籍前众议院议员加巴德，也在当地时间26号在底特律公开为特朗普站台。加巴德当天与特朗普共同出席纪念美国从阿富汗撤军3周年活动。Today, as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us facing multiple wars on multiple front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m committed to doing all that I can to send President Trump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特朗普在讲话中首次将美军阿富汗混乱撤军的责任归咎于哈里斯。2021年8月26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美军13人死亡，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不久后，美军从阿富汗匆忙撤军。Caused by Kamala Harris, Joe Biden, the humiliation in Afghanistan set off the collapse of American credibility and respect all around the world.